Hello，大家好，今天是12月3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圣诞行情泡汤，连续2根阴线，让大众散户获利回吐，这个年很是难过。今天是阿哲24年最后一次的行情视频，不管今天的预测会不会翻车，阿哲都想在最后一个交易日、最后一天给大家一个好的念想，同时这也代表阿哲的真实看法和分析。今天的美股将会有明显上涨，多头将会有至少2天的反弹时间。英伟达在这个位置，阿哲保持上周观点，不要错过这个价位下英伟达的每次回调。正式内容开始前，阿哲想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26.7，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的行情观点。第一部分，我们照常需要关注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的大环境、市场观察，有关 K 线趋势分析和空间点位技术分析。而后我们来到个股环节，阿哲对英伟达和特斯拉会作为专题的解析，通过各纬度的技术面来进行解析。第3部分是一些个股的技术面快报，分别是以下个股：博通、台积电、谷歌、亚马逊、比特币相关个股、概念股的技术面快报。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的视频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时长呢，阿哲依旧不太好去把控。那么以上的内容，阿哲都整理成了时间轴。如果您的时间宝贵，需要更加快速精准的得出某些结论，那么你也可以呢看一下下方的这个时间轴，可以快速的点击跳转到你最想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那么也希望阿哲的这个时间轴能够解决你的一些麻烦或顾虑，希望能够帮助到你。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过一个 K 线的形态，叫做三阳小顶，它的特征是股价在上涨当中出现了连阳，而连阳至少达到3根以上，每天都是阳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第3根阳线出现了它的实体比第2根阳线的实体缩短，而且是明显缩短。这种情况下就预示股价上涨动能衰竭有所风险，可能是高点出现。因为在价格的 K 线当中，它的3个要素，其中一个是实体，实体代表股价涨跌动能，阴线实体越长说明动能越强，越短说明下跌动能越弱。上涨当中，阳线实体代表上涨动能，阳线实体越长，上涨动能越强，阳线实体越短，上涨动能则越弱。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价格出现了连续上涨，特别是单边上涨，短线加速，我们知道这种短线加速不可持续，那么何时容易见到高点和风险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三阳小顶模型，价格的实体在连续上涨当中没有持续放大，而出现了最后一天它的实体是比昨天实体明显缩短的，这就是一个上涨当中的三阳小顶，它是一个风险。我们的处理方案一般遇到它，你可以直接左侧有冲高有高价就可以卖出，右侧呢设置止损跌破卖出，这是上期视频我们讲到的一个模型。而在上期视频为什么讲到三阳小顶模型？因为股价上涨当中，它是不是这里也是短线加速，并且也出现了三阳小顶动能衰竭，然后股价下跌，并且收盘跌破了这个3号 K 线的最低价这个防守位，所以风险在此产生。那我们会发现的是，这一天你说阿哲它都跌下来了，我不卖可以吗？如果不卖，你会发现再次的亏损就来了。所以一旦出现三阳小顶并且被跌破，那么风险一般我们去逃离，一般要去观望，不要随便的再去买入股票了。关于这个三阳小顶，阿哲不止一次讲过。之前呢，在这一段上涨时，阿哲也通过视频当中的内容去给大家去分析过。他是在1个月前的3期视频，当时有连续每期视频都有去讲，分别告诉大家的是一个风险逃顶以及它的一个危机的到来。如果你是一位老同学，那么对于本次的下跌，你应该能够逃得过。如果没有逃过，那么记得下次再出现三阳小顶时就要小心。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风险，如果已经错过了卖出的机会，那么现在还需要去卖出吗？阿哲的观点是现在就没有必要去卖出了。我们讲一下当前的应对策略，就是第一部分 K 线的趋势分析。我们看到这一部分内容，在前期视频当中我们有给大家画过几根线，那么这些线呢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趋势线，这一个高点
这一个高点连成的趋势线，以及这一个低点连成的趋势线。那么这两条趋势线在最近的震荡行情，在最近的下跌当中有提供了一些帮助。我们曾经有一个观点，通过前方的两根趋势线，我们确定了它是一个楔形走势。楔形走势是一个类似于收敛三角形态，而股价在脱离了这一个收敛形态之后，出现了方向性选择。而当时阿哲讲过，目前的走势大概率从一个收敛走为了扩上。什么叫扩上？就是股价触及到上沿的时候，它容易回归下沿；触及下沿时，容易回归上沿。所以你会发现近期的行情走势是不是价格出现上涨，而后会回归？回归之后呢，有所反弹，想要再去触及上沿，但是并没能够去触碰。目前呢，在往下沿的轨迹上去运行。而你会发现在这种扩上的角度下，它的下沿距离是远还是近？很明显是不太多的空间。所以这里如果你没有卖出股票，那你还有必要去卖出吗？就暂时没有必要，因为下方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而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左侧的高点，这个高点它的尾数是 66.07， 而你再看一下当时大阴线下跌之后，这一天的阴线的低点尾数是 48.77， 而昨天价格的最低价它的尾数是 42.59。 那你会知道在 19,300 这附近它有一个支撑位，这一个位置的高点是 66.07， 而后续所触碰的价格基本上非常精准，可以说很小的误差。那么这种小误差精准回踩某个价位，说明这一个支撑位是特别有效的。而股价在跌到这个支撑位时，出现了低开，然后探底回升，收了一根假阳线。我们说关键价位的假阳线 K 线上的分析，它是一个有效支撑，甚至呢是一个假阳见真底的一种现象。我们通过英伟达的图表，等一下你会明白，阿哲呢通过英伟达很多次的假阳探底，把握到了很多次的反弹。那么这一次指数上也出现了，阿哲认为效果也是差不多的。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案例，前方的市场找到关键的有效的支撑，比如说这一波下跌反弹再下跌，它这个低点是不是后续被创新高被突破？那么有效突破吗？股价后续回落之后是不是一个支撑？好，支撑位上出现了假阳，那是不是这个假阳附近就是一个底部区域？那我怎么确定这个假阳后何时能够买进会更好更安全？你说我这一天假阳买进，那第二天第三天又下跌了，那肯定不行。一般是假阳的高点去被突破，假阳高点突破则机会更加容易把握的精准一些，至少不会买在半山腰上。所以这一天突破，这一天意味着这个假阳真底在此处确认。而价格上涨当中出现了缺口支撑，股价后续上升回调，是不是回到缺口支撑的位置？只要是一个有效关键的支撑位出现的假阳线，你就要去观察。那么这一天的 K 线是假阳线吧？这一根阳线是假阳吧？放大一下，大家看到这里，这一天是假阳线吧？假阳线在支撑附近产生，而后它的高点能被突破吗？是不是突破一天好机会，跌破了风险，突破了是机会。那么这一天买进，这一天止损，这一天再尝试买进，股价后续是不是总是会有一个假阳真底给到你？那么现在也是如此的，前方的高点是一个被突破之后回踩过一次有效确认的支撑，目前是2次的回踩，所以在2次探底当中，它能否探底，关键点是假阳线能不能够高点突破，只要它被突破，在它之上就是机会。而如果股价后续还在这里震荡，甚至呢是跌破了下方的趋势线，才是真正的风险，因为这一轮风险它的空间将会非常之大，而在这里跌破有效之前，你的恐慌有点来得太早，所以这里呢还不到真正恐慌抛售的地步。这里我们要关注它能否在今年年底以及明年1月份产生这种突破后的再次假阳真底行情。这也是阿哲呢判定今天容易产生反弹，并且可能是报复性反弹上涨多空反击的一个根据。以上就是关于 K 线趋势分析第一部分的内容。如果对于此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你能够听得明白阿哲所表达的意思，那么老同学希望不要忘记照旧照常点赞评论本视频，支持阿哲的创作。
那如果你是位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的频道，第一次收听阿哲的视频，阿哲也希望能够收获你的一个点赞，可以点赞阿哲频道，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收到阿哲每一期视频的更新和通知，同时点击下方的铃铛，那么阿哲每次发完视频、发完直播通知之后，你会第一时间收到系统的邀请，可以知道呢阿哲每期的动态。阿哲呢是专门研究技术分析和美股市场行情，也希望呢未来和各位同学们一起研究技术分析和在美股当中持续的获利，实现财富的增长。感谢老同学的点赞和新同学的订阅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部分，空间技术分析。所谓的空间技术分析是阿哲呢每天在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计算今天纳指的点位测算，它的关键低点、关键的日内高点。而关于这一部分信息，阿哲会发布在 Telegram 当中，给各位订阅同学限时的去分享，限时的去告知。像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一个信息，就是阿哲专门提供给订阅观众的限时福利信息。我们看到这条信息，呢是昨天12月30号，也就是昨天美股开盘前，阿哲这边呢是香港时间当时是5点15分美股开盘前所编辑所发送到我们学习小组当中的一条信息。每天盘前都会有，不管是阿哲这边放假还是工作都会坚持去发这一条信息。12月30号盘前解析，阿哲提到上周五有防守阴线，表示空头强势，要短线观望的提醒，而目前是多头长时间的趋势，所以空头的短线表现过强，容易出现多头的反攻、多头的反弹。那么周一和周二如果有止跌阳，可以小仓位先试错买入，而后在右侧确认后加仓买进。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所谓的止跌阳，像这一根假阳线算吗？它也算是止跌阳，只要是阳线在下跌中出现，都能算是止跌阳。所以昨天的这一根 K 线，它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初次的试错性的建仓买点。所以在昨天收盘或者说尾盘看到这一根阳线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了阿哲提到的可以小仓位试错买进，包括今天周二也是如此，周一为试错买进的点位。而我们看到当时阿哲盘前所发布的低点支撑的消息是 19,462.03， 这一天的价格最好不要被收盘突破，如果收盘跌破了，说明什么？说明股价空方力度较强，跌破支撑，后续空方极强，多方极弱，则看跌。而我们会发现的是，这种现象曾经在这一根阴线的位置产生。只要当天收盘跌破阿哲预测日内的低点，那么底下的 K 线阿哲是标记了一个红色红灯。如果当天的收盘突破阿哲预测的日内高点，当天的 K 线底下阿哲标记一个绿灯。而你会发现，是不是这一天标记了红灯，然后第二天是不是风险释放，惯性继续下跌？那么像现在这根假阳线底下有灯吗？底下没有绿灯，没有红灯，它是一个黄灯，它说明什么？说明当天收盘没有跌破这一个股价的支撑，这一根阳线它的开盘价基本一开盘就很临近这一个支撑位了。当最后股价收盘是没有跌破的，所以说明这个支撑在当天是有效的。空方虽然大幅低开，但是并没有去超出极强的范畴，所以说明呢，它依旧表现虽然空方强势，但是比起之前这一天来说，它并没有说变得有多强，反而可能会减弱了。那么这就是昨天阿哲的一个分析，以及呢在我们的群组内所提到的内容。这一条信息呢，在新订阅的同学当中，至少会有半个月的时间你能收得到。也是阿哲对于大家订阅的一个感谢，感谢大家首次见面订阅阿哲，给阿哲的一个视频的支持。那么同时，阿哲也希望这半个月的福利信息你接收到之后，能够对你这半个月的一个交易投资有所帮助。同时，因为今天的视频是本年度最后一期视频，那么阿哲就直接将今天关键的点位公布。我们看到这里下方是12月31号关键的数值，阿哲提前计算了。日内预测的高点，今天纳指的压力是 19,554.86， 而日内预测的低点是 19,274.43。 那么这两个价位将是今天你所要关注的。周二盘中你要看一下
收盘价能不能突破预测高点？如果突破，将会出现和前期一样的下跌当中的绿灯，这是很关键的。当市场出现下跌时，如果产生了首次的绿灯 K 线，将是绝佳的上涨回调买点。而如果今天出现了，那么就是再一次的加仓点。昨天为试错买进，那么今天将是加仓买点。而如果股价收盘跌破了预测低点，说明股价在下跌当中空方力量再次增强，那么就要小心，昨天的试错买进则应该止损。这是我们所说12月31号预测的空间关键价位。而关于这个价位，阿哲只要每天美股有开盘都会计算，都会发给各位。所以如果你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阿哲告诉你，你怎么能够获得这一条每天盘前的消息。第一步，你肯定是要先订阅阿哲，如果你没有订阅阿哲，那么你是收不到这条信息的。第二步是你要看一下阿哲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啊，你可以留下一句评论啊，那么就更好了。好，那么评论区当中呢，有一个置顶评论是阿哲自己的评论，这个评论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有他的 Telegram， 那么你点击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就可以联系到助教，你跟助教老师发送2个字叫盘前啊，注意了，叫盘前，那么他就会知道哦，你是想要获得阿哲的盘前信息，那么他就会在每天阿哲美股开盘前所发布的信息当中告知你关键的点位以及阿哲的看法。所以大家注意了，很简单，先订阅，而后点击评论置顶链接，而后发送盘前2个字，你就可以呢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得到阿哲维持半个月对市场的观察、对市场的观点和点位的测算，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感谢你的订阅。这里提醒一句，我们的订阅观众可不仅仅是只有这个信息，我们会有3重的福利。第一个就是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第二部分将是粉丝群组知识答疑，以及第3部分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所谓的进阶知识内部直播是一些阿哲不公开的知识点，以及呢会有一些老师不公开的直播在内部课上进行分享，是内部的直播间。那每周基本都会有安排全新的课程和专题课，因为本周呢是我们的跨年，所以呢在时间上有所变动，我们的课程会有所推后。本周如果你是新订阅同学，那么你可以呢学习我们上一周抄底专家的4节抄底课程回放。上一周呢，市场出现了反弹低点，阿哲呢在12月23号时召开了抄底专家内部专题课。那么这4节课程都是讲如何抄底的。而当前的市场如果真出现了低点，那么这4节课程4个抄底方法绝对对你是有帮助的，包括未来也是有帮助的。每次市场回调，你就可以把它们拿出来再听一听，再把你的笔记看一看，它肯定会对你有长时间的帮助。这是我们上周所讲到的抄底专家系列课4节课程，你到时候跟助教要一下回放，你也可以呢发送一个回放给助教老师。当你联系上助教之后，发送回放给助教，那么他就知道你想要抄底专家的4节回放，他会告诉你怎么去收听。这一部分内容都是不公开的，希望对于新订阅的同学有一个帮助。也很感谢我们之间的缘分，老同学呢24年我们一起陪伴走过，而新同学在今年最后一天，或者说你可能是在新年第1天，那么见到阿哲，我们之间可能会有比较深厚的一个缘分，那么在25年可能继续的开始，继续的前进。然后这里呢可能要稍微解释的就是我们的第1重福利，粉丝群组福利，它不是每一位同学都可以进去的，这个福利呢是专门提供给爱学习的同学。因为在粉丝群组当中呢，我们不讨论所谓的个股交易和买卖，我们只讨论一个内容，就是技术分析的使用，以及关于大盘的研判和盘前解析、点位的预测。所以呢，这一个群组只招收我们粉丝当中爱学习、认真交易、认真去学知识的同学。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这样的同学？怎么知道你符合条件？其实很简单。我们每次的进阶课、内部知识、内部课程当中都会有安排作业，包括你所听的回放，每节回放都会有一个对应的课后作业。你只要听了这一节回放，做过1次作业，那么你交给助教，助教老师在审批过后就知道了，你是爱学习的同学，你真的喜欢技术分析。
那么就会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组进行交流、进行学习。所以大家注意了，粉丝群组是有一个门槛的。如果你说阿哲我不想学习，我只想要听一下你的视频，看一下你的观点，今天是涨是跌，你的判断是什么？如果您是这样的同学，你就没有必要加入到粉丝群组，你可以在群组之外进行一个学习。那么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支持。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刚才我们讲的是 K 线的趋势分析和空间点位的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第二部分是英伟达和特斯拉的专项解析。我们通过多个维度来分析目前两只热门标的它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它的关键点位在哪里。我们先看到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在空间上它其实一直围绕着 141.1， 这个价位是阿哲早在1-2个月之前就有给到，并且提醒大家这个价位是多空必争之地。那你会发现在本次下跌触及下方的前高支撑时，价格反弹是不是在出现三阳小顶的时候刚好触及到 141.1， 那么这个价位再次成为一个高点。所以目前的多方对于 141.1 是有一个争夺的意愿，但是多头的力量还是不够，情绪上还是比较差的。而价格下跌时，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一个资金下跌买入公式，当时很多同学呢都回答不上来，唯有评论区有寥寥无几的2-3位同学达到了这个答案。收盘减最低，它就是当天的 2.3 的数值的来源，也是资金的下跌买入公式。其实说白了就是计算当天股价下跌之后反转的力度。如果是阴线，你这个计算公式算出来就是它的下影线；如果是阳线呢，那么就是最低点到当天收盘下跌后的反转力度。如果股价下跌时你发现有一天算出反转力度是 1.57， 第二天 2.22，第三天 2.23， 是不是下跌时盘中下跌后反转的力度是逐渐的变强？说明每天下跌之后到了更低的低点，反而有人花更多的资金去买进，去撬动市场的上升。所以你会发现这3天影线在不断变长，就说明股价下跌有资金每天都在买，而且越买越多。而出现这种情况并且是连续出现，我们就要注意了。像前期这个位置是不是也连续出现，从 1.21 1.9 到3，那么股价后面出现反弹，那么从这里高点下跌，这里是 0.2 1.25， 这里是 3.34， 股价下跌产生了这种下跌买进持续流进，那么价格后续是不是也有反弹？我们先不管它会不会是反转，但至少它容易有反弹，因为资金流进的过程当中，后续必然是想要有利可图，是吧？所以目前股价上涨回调时出现了连续的资金下跌买入公式的增加，那么我们认为这里也是有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当然了，这里要注意，我们不可能说连续的影线变长你就使劲去买，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这个买进资金呢，它是否真的有本事有能力。如果他判断错误怎么办？他判断错误后续不就下跌了，那把你也套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确认信号，确认他看对了，并且后续股价是止跌了。所以至少在这种 K 线之后要有一根阳线的产生，在连续的下跌影线变长时等一根有效的上涨阳线，而后可以看一定的反弹空间。连续的下跌影线变长，是不是等一根有效的上涨阳线会更好？价格更容易告诉你这里会启动。那么像现在股价下跌，是不是等一根阳线啊？那昨天是一根低开高走阳线，那你说英伟达走到这里能不能够去介入？是可以的，只是力度不算很强，所以呢先试仓买进。那么这一天的阴线它是一根防守阴线，它的最高价比昨天阳线最高价低了，它的收盘价比昨天阳线最低价也低了，所以这样的一根 K 线就叫防守阴线，它的买点是它的最高价。所以股价呢出现止跌阳，我们是试错买进，或者说我们初次买进，建立在影线变长的基础下止跌买进。而后如果今天收盘能够站上防守阴高点，则说明这是一个确认的防守阴买点，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买进。所以英伟达目前调到这里已经开始可以去买进了，而前期的上涨以三阳小顶去逃顶，而目前下跌我们就以这个股价的防守阴线再次的去介入，大家能够明白吗？
以上呢是关于英伟达空间价格资金方面的分析。我们现在看到特斯拉，关于特斯拉，阿哲依旧讲一下时间方面。时间的话，这是一个关于6天的时间窗口。如果你是新同学，你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去画出这个窗口，阿哲简单告知一下各位。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我们可以先找到一个价位，就是 138.803， 这一天是24年4月22号特斯拉的低点。那么在这个低点的时候，我们找到一个工具叫周期线，往它前面的阴线画一下，然后把价格的尾端画到这个高点 198.87。那么按照刚才阿哲所画的，你就会得到这一个6天的窗口，6天的周期。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图表，那么这一个图表就是由此而来。那为什么要画这个周期呢？我们通过前期低位的一个时间去裂变，去寻找到这一个循环。我们认为市场的股价波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叠加。在技术分析当中有一句话叫历史总是循环反复，但它不会简单重复历史呢总是在重演的，但它不会简单重复。所以呢，找到这个周期之后，我们认为特斯拉在走一个6天的循环，每到一个6天它总会有一些异动。比如说股价到了这个6天，是不是市场从反弹走为下跌？到了这一个6天，价格出现上涨高点，同时后续也是回调低点。价格从高点后的回调，到了这一天是不是止跌了，后续震荡？包括这里股价出现了一个中期低点，从这里开始价格上涨，同时到了这个6天，价格见了高点，而后出现下跌。到了这附近也是个6天吧，价格是不是在这里也出现了一个低点？那么在之前我们有讲过很明确的关于这个6天循环怎么去用，那么这里阿哲就不太过多赘述了，我直接讲一个重点，就是除了6天的小变盘之外，我们要关注每6个6的循环那一个变盘窗口。比如说从前面低点这里开始走到这一个6，是不是有6个6的窗口？一旦6个6的窗口叠加，它所产生的变盘一般是中期变盘。所以这一个6天的循环，为什么这里产生低点？因为刚好它是6天6个的窗口叠加了，所以这个6走到下一个6，是不是又是6天的6个窗口叠加？在这里附近又出现了中期的低点，而后再走6天6个循环，这里是不是在中期高点附近？它这一个6出现了中期高点。那么价格再往后续看，是不是这里产生的是加速后中期的高点？而后价格在这个高点之下盘整了2周多的时间。而后价格在这个高点后盘整2周多的时间我们说中期高点，也就是它是按周，一般是2周左右，甚至呢是会有4周的一个调整。而目前又到了这种关键时刻，前面这一个6到下一个6，是不是目前又经历了将近的6天6个循环？而目前最新的这一根 K 线，昨天的下跌，它就是新的6天里面的第一天。而本周到下周就会走完这最新的一个循环。而价格走势我们怎么去区分它是变盘高点还是变盘低点？你可以看一下，当6这个循环前面这个循环，你看一下6之前的5号窗口，如果整体是上涨的，意味着6这个位置如果还是上涨的，或者说整体偏上移，那么一般会出现高点变盘。那价格走势像前面5是下跌的，是6呢是偏上涨的，而且大幅上涨那么这里呢我们依旧认为它容易呢是一个高点变盘，就5和6整体是上还是下？那么像这里5和6整体是不是下移的？所以变盘点呢大概率是变盘低点。那么像5和6整体是下移的吧，那么5和6，那么6这附近的变盘点就容易是中期变盘低点。而我们再看到现在的5是哪里？5是在上周整体是下跌的，而目前的6它整体正常来说应该也会下移，所以在5和6这种确认下，6这里的变盘容易是中期低点。我们关注一下最后5个交易日的构成，最好呢不要有明显的大涨。所以特斯拉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最好是震荡，那么不要有明显的大涨，那么下跌那么也比上涨好，那么它就不容易构成中期的2次高点，比如说再次形成一个 M 头。
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是时间窗口，那一个是中期的提醒，因为比较关键，所以阿哲在近期呢应该都会讲到，我们去观察。而短线的交易上，我们就不用管太多，我们看一下当前的价格动能以及资金表现。先从价格上看，是不是特斯拉最近的下跌出现了一种状况？也有很多同学告诉阿哲，去跟阿哲探讨，就是前期我们说有三阳小顶，股价上涨，第三根阳线实体如果缩短就是三阳小顶。也有同学呢会说到，股价目前在下跌，那三根阴线有没有三阴小底呢？那价格第三根实体在变短，能不能这么去看？阿哲的答案是逻辑是一样的，只是阿哲呢没有固定去讲过这个内容这个模型。但是之前如果你听过阿哲的分析，应该听到过之前这里下跌时我们有讲过，因为价格的实体在不断的缩短，所以阿哲当时的判定是它肯定在这里会产生上涨，只是呢没想到只是一个小幅的反弹，或者说一天就涨完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股价下跌如果是连阴而实体缩短，说明什么？说明它的动能确实也是减少的。而目前的下跌是不是它的 K 线实体在昨天大幅的缩减，类似于10日线，虽然说盘中也是大跌的，但是实体在缩短，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目前的下跌，特斯拉短线动能是明显缩短。而从动能 K 线来看，我们说过收盘价跌破日内预测低点，它将会在 K 线图表上出现一个红灯，以及收盘价突破预测日内高点将是绿灯产生。在指数上是如此，在价格上个股上阿哲也是这么去看的。所以前期的价格如果有下跌中的绿灯，你就可以直接买进，红灯做止损或者说止盈，然后绿灯再作为多头的买进信号。你会发现是不是只要把握住了这样的一波利润，基本上一年无忧。你说从这里买进特斯拉，然后从这里红灯卖出，它呢不是一个很精准的抄底逃顶，但是呢它会让你知道一波大的趋势行情怎么从相对的启动点买进和相对的风险去卖出。一波大的行情上涨，用这种红绿灯的方式，你可以拿到其中的大部分利润，并且不会被套在高点，你可以规避后续的下跌，只要严格执行即可。那么从这一天开始，是不是红灯啊把前面的利润终结掉，然后这一天又是红灯后的绿灯买进，好，买进之后呢隔2天又是红灯，好，止损离场。那么你会发现是不是绿灯不是完全的看涨，虽然绿灯之后会惯性上涨，但它不一定每次都会这么强大的势能，所以这一天止损那没什么问题，很正常，按照要求操作就行。像这里不也是绿灯之后立马红灯吗？也是止损。但是只要让你碰到一轮这种行情趋势大涨，那么逐渐的加仓，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做到大赚小赔。你可以一个绿灯买一笔啊，一个绿灯买一笔，一个绿灯买一笔，那么逐渐加仓，到后续呢去离场。那么一个绿灯呢就试错买进，而后股价出现止损，那么就把那一笔仓位了结掉。所以对于红绿灯的使用，仓位管理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不能够在平时一个绿灯时就重仓，那样的话你可能活不到这种行情的产生。而这种行情产生时，在逐渐的加仓，逐渐的买进，逐渐的去获得利润，这是一个红绿灯交易当中的一个相对正常的思路。那目前股价的下跌还有绿灯产生吗？就还没有绿灯产生，没有绿灯说明多方动能不是很强。那么阿哲告诉大家，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绿灯何时会产生？比如说特斯拉在今天要突破哪个价位才会产生绿灯呢？阿哲简单去画一下，这个价格最高价应该是 422.205， 也就是说特斯拉今天的收盘得要在 422.205 之上才会出现再一次的绿灯，再一次的买进信号。那如果股价今天收盘跌破 410.955， 那么这个价格 410.955 如果被跌破，那么特斯拉则会再次出现红灯，那么说明下跌动能再次的延续，这是一个相对风险的事情。所以这两个价位可以今天在空间上稍微有点注意。那么这里的特斯拉的支撑位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资金 K 线，之前我们有讲过，当股价出现上涨回调时，因为目前特斯拉整体上涨啊，所以我们说关注上涨回调的点位。上涨回调看哪根 K 线是关键，你看一下下方的资金的变动，这是 BBD 短线资金，
价格如果出现了下穿，那么这一天就是回调时的关键点，它容易是一个回调低点，它的低点不能被跌破，它的高点最好快速被突破，意味回调低点再次产生。那包括这一轮上涨后，股价出现了回调，哪一天是下穿？这一天是下穿。好，这一天下穿，低点有被有效跌破吗？这一天跌破，第二天立马回归，所以它没有有效跌破，是一个支撑。价格的高点有被突破吗？这一天被突破，所以股价上涨回调，这一天开始价格启动。而目前又是一个上涨后的回调，调到哪里出现了下穿？这一天是下穿 K 线，这一天的上方是谁？是它。所以 BBD 资金告诉我们，这一天是关键的资金 K 线，它的低点有被跌破吗？目前没被跌破，价格昨天无限的去靠近这个支撑，而没有被有效跌破，因为是10日线。所以这里只要出现止跌阳线，哪怕没有绿灯，在资金层面上也会认为是一个回调止跌再次启动的信号。这是关于特斯拉在价格以及资金上、动能上我们的一个发现和分析，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部分，关于博通、台积电、谷歌、亚马逊、比特币相关个股的技术面快报。我们主要通过价格的动能和资金的变动来看待他们的短线技术面上的分析。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第一只个股是博通的日线图表。那么在博通当中，前期股价的下跌，动能 K 线是不是一直表现是下跌动能强劲？而在右边上涨时，你会看到底下的绿灯开始逐渐的变强。而在拉升之前有一个红灯的砸盘，立马第二天转为了绿灯。是不是这一波利润以及这一波利润都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后续股价出现红灯之后调整，出现绿灯之后再次上涨，而目前的上涨出现了调整，出现了回落，有出现红灯吗？你会发现价格好像下跌的力度也不弱，但是红灯呢还没有出现，所以红灯没出现，那么就依旧目前看涨，直到红灯出现，下跌动能变强，我们就要小心一些。我们看到这一个位置，什么地方开始会出现红灯呢？今天的价格低点的预测是 237.175， 那么这个价位如果被收盘跌破，那么博通将会出现本次上涨反弹以来的首个红灯，就是风险。那如果股价今天价格能够收盘突破 237.175， 那么价格能突破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认为它会再次出现绿灯，那本次上涨它就不是一个回调，股价它正常只是一个洗盘，后续突破依旧有绿灯，依旧看涨，这是动能方面我们的一个分析。而通过底下资金有没有变盘 K 线，是不是目前的下跌没有下穿这一个蓝色轴强弱轴？那价格下穿时，这根 K 线要关注了，跌破意味它不是简单回调，还得下跌。那么价格如果是下跌反弹呢？看一下突破的 K 线，这一天如果能被突破，说明这个反弹力度很强势啊，它有可能会反转。而目前的价格是上涨后的回落，是上涨回调，它有下穿吗？它没下穿，除非今天再略微跌一跌，就容易下穿。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近期今天有可能就是一个变盘点、变盘信号，资金层面上的变盘信号。而我们再看一下，如果下穿看不了，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另外一根 K 线，就是股价下跌时资金流出时首根翻绿的这一天，首根翻绿的是这一根红色的 T 日线，这一根 K 线它也可以作为次要的关键的K 线，股价呢画一个横线，目前也是作为支撑，它没有被跌破，那么此处能够收阳，也依旧可以再次的看涨，持续延续的看涨博通。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只标的是台积电，那么台积电的表现如何呢？我们看到前期这里是有2次的连续的绿灯表现，而这一次绿灯后是一个红灯，所以这里呢是一笔止损。这个绿灯之后股价上涨，好，连续的绿灯，但是绿灯之后呢，这里又是一个红灯，而且是一个晕线的下破。而目前呢调整至今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好的我们所要的绿灯，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了，看到价格表现上，这里是一个缺口。而缺口目前是不是没有被完全回补？所以缺口支撑呢，目前是有效的。而价格回落的时候，这一根阳线是假阳线，同时底下的资金是什么资金？下穿资金。我们说价格回调出现下穿时，关注了容易是低点变盘，
价格回调时看一下下穿 K 线容易是低点变盘，那目前又是上涨回落，下穿 K 线容易是低点变盘。那么价格的上穿 K 线是不是高点变盘？它呢是一个高点变盘，所以上穿要小心，下穿要注意，因为上穿有机会是高点变盘，而下穿呢有机会是低点变盘。这一天刚好是假阳线，我们说假阳见真底，刚好又是缺口的支撑，所以台积电这里啊，它的信号比较密集，它又是一个变盘信号，又是一个假阳线，所以价格如果收盘能够突破它的高点，一般啊，我们认为这里会再次的启动，前面这里会是更好的一个买点。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谷歌的日线图表，我们本次快报的第3只个股，前期呢也是有一个红灯后的绿灯啊砸盘的现象，价格后续连续的启动，这里产生了红灯绿灯啊，有一个骗线，那么后续呢再次的红灯，小心风险，再次有绿灯，再次走出反弹，而这里呢是一个红灯，那么红灯产生是不是要把本次反弹有所获利了结？大概呢不赚不赔吧，这一次交易。那么看一下底下的资金表现，曾经这里是不是有个下穿？好，下穿呢低点变盘，而后上穿，这一天上穿高点变盘，后续股价回落，这一天又是下穿，所以这一天我们认为低点变盘。低点变盘这一天是一个支撑，支撑位有跌破吗？假阳线没跌破支撑，那一样的假阳真底会不会产生？高点能不能被突破是关注点。所以谷歌呢也一样的等待假阳突破，这里是一个变盘低点 K 线，它的低点不要被跌破，这根假阳被突破是首个买点，这根阴线的高点变盘 K 线的高点能够再被突破是加仓的买点。那么阿哲也跟他去讲一下这里怎么去产生绿灯，绿灯就要看一下高点突破哪个价位了，突破 193.235，只要高点能够突破 193.235， 那么谷歌将会重新亮起绿灯。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走势也是如此的，价格目前在回调当中，而它的变盘 K 线是哪一根呢？是这一根，大家注意是这一天，是不是价格出现了上涨而后下穿，跟前面一样的上穿而后下穿，变盘 K 线是它的低点有被有效跌破吗？之前这里是一直震荡，这里跌破了一下，第二天就小 K 线了，第3天就回来了，没有有效跌破，而且把它高点给突破了，所以股价这里开始上涨，这一根 K 线筑了一个低点，它是一个底部区间附近，而目前也一样的，也是大阴线，它呢也目前没被跌破啊，它呢还没有被跌破，跌破都没跌破，所以这里是一个变盘低点信号是准确的。而我们看到价格的动能上是不是目前有一个反弹后的连续的红灯，连续红灯当时没有砸穿，所以目前呢你可以等待一下假阳的突破以及绿灯的产生，底下的变盘 K 线后是不是也有绿色翻红啊？这一天被略微跌破了，如果股价强势的话，这一天的跌破应该也是无效跌破的，所以亚马逊如果不是有效跌破，那么它应该在3天内会再次的站回来前面的10日线的低点。我们这里再看一下它什么时候会构成绿点 K 线、绿灯 K 线，我们需要看到一个价位，这个价位呢是 222.149， 股价的收盘站在 222.149 之上，那么亚马逊也是一个绿灯 K 线的产生，这个价格只限于今天啊，大家注意了，今天视频当中所讲的所有绿灯的要求突破的要求点位都只限于今天，它呢是每天需要更新的，每天都在变动，需要重新去测算的。再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比特币相关个股，先看到 MSTR 在变盘信号之后出现下跌。什么叫做变盘信号？这是红绿灯动能 K 线的一种使用，通过动能的变化可以去把握到一些变盘的痕迹。这个变盘信号就是股价出现了2个同色的灯，中间夹着异色的灯，比如说2个绿灯夹一个红灯，那么后续的价格 K 线的涨跌是关键。一旦这种2个绿灯夹一个红灯，或者说2个红灯夹一个绿灯，它出现之后啊，这一天如果是收跌的，说明变盘将会下跌。而同时看到这里，在上期视频以及上上期视频我们都有讲过，
最近的 MSTR 是不是出现了这种变盘信号？一个绿灯、红灯、绿灯，好夹杂在一起。那么后续出现什么？出现的是下跌的。而后这里呢又是红灯、绿灯、红灯，又是变盘信号。它这一天又是下跌的。所以股价呢最近 MSTR 在变盘的力度下一直的往下推，一直往下跌。而这3天都是红灯，所以目前 MSTR 下跌力度是比较强的。你会发现它的 K 线是不是也是连续的这个实体在变什么？变长，动能 K 线上也是变强。所以目前的 MSTR 呢肯定是风险比较大。那至少呢等待一根止跌阳线之后，阿哲会再去分析。因为止跌阳线之后产生的话，比如说今天如果 MSTR 出现一根阳线，这根阳线不管是什么阳线啊，只要它产生，那么就终结前面的下跌，我们就可以认为这里有机会产生物极必反，类似于前面的下跌也是呢实体不断变大，而后有一根止跌阳线。好，这根阳线之后虽然后续没有大涨，但至少呢它是不是有一个反弹产生，只是力度不强，整体市场当时刚好也走弱了。我们要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可能出现指数止跌，同时 MSTR 也跟随止跌，那么共振的情况下会更好。前面这里呢指数反弹，它呢是一个运线比较弱，而指数下跌它呢就跟随的大跌。这里最好是指数止跌它呢能够有更强势的 K 线产生会更好，也是呢跟比特币相关。而最近的走势是不是连续的下跌？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过怎么在下跌当中规避绿灯，就有些绿灯呢最好不要随便买。那么像这个绿灯和这个绿灯一般就不去买进了。虽然说我买了只是市场买进，而后呢亏不了多少市场买进第2天就走了，亏也亏不了多少你说这个抄底抄到半山腰，代价呢是不大的。好，那么这个时候我怎么知道这个绿灯尽可能要晚一点买？就是你要看一下这个绿灯 K 线下面的资金，它是不是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好，这根 K 线意味着反弹的开始，反弹开始能不能持续关注高点能不能被突破。如果绿灯之后高点能突破，好，这个绿灯呢有一定的力度，但很明显这里是没有的。绿灯之后这一天也是连续资金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那么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过，它的高点要被突破才更好去把握。如果没被突破，这种绿灯呢力度是很弱的，我们就不太支持在这个绿灯的时候去买进，哪怕试错买进可能也不太适合。而目前它也是连续的红灯，连续的下砸，实体呢也有所变大，但这里要关注了，它有点像英伟达，因为它的影线大家注意了，收盘减最低，看一下它的影线是不是逐渐的在变长，所以它也是连续3天影线变长。如果这里能够有一根止跌阳线，最好这个阳线能够突破它的高点，那么就最好了。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止跌而后反弹的信号，至少会有反弹，连续资金的买进而后止跌看一个反弹，这是 MARA， 它呢至少比 MSTR 多了一个影线在变长，有资金在买进的动作。最后我们看到 Coin 的话也是如此，但是它的一个影线呢没有那么漂亮没有那么明显，它呢是一个不规整的放大缩小再放大，但是最后一天有一个很长的长下影线有种类似当针探底的感觉，是一个比较长的标准的长下影线。那么正常来讲，下跌当中的长下影线我们说也是资金的一个动作吧，也是明显的动作。好，那么这一个位置的低点就最好不要被跌破了，因为有人在这里买进，如果这里第2天或者说短线又收盘跌破，那么对于短线的情绪是很大的破坏，你说下次还敢人去买吗？就不敢去买了。所以这个位置的影线够长，说明买的人呢不少，所以最后我们不要去跌破它的低点，这个低点不破，高点能突破，它依旧也是一个低点还算不错的信号，因为它是一个标准的下影线，影线够长够标准够好看。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在连续的流进之后的流出资金，那么它呢也可以作为关键 K 线突破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 Coin。 在动能上呢就比较弱，动能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像 Coin 的动能它突破哪一天能够去作为绿灯买进呢？它突破的是 258.03， 更容易产生绿灯。而绿灯能不能买呢？
这里哪怕出现绿灯，大概率应该也不是首绿了，它的资金呢应该也不是首绿，那么可以作为一个买点。那么像之前的 MARA 和 MSTR， 我们再补充一点，就是它怎么样呢会产生绿灯。像 MARA 的话，看它的高点能突破 17.72， 能突破也是会有一个绿灯的 K 线。包括 MSTR 的话，这里看它的价格高点应该是 311.485， 突破也能够产生绿灯 K 线。那么这是关于最后的一个补充，关于比特币当中一些概念个股怎么能够在今天出现绿灯，以及它的技术面的表现。以上内容就是我们12月31号本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最后一天，也是阿哲最后一期24年的行情视频的内容，希望对大家呢能够有所帮助。很感谢在24年有各位新同学、老同学的陪伴，能够一起走到24年的年底最后一天。那么阿哲也很希望，并且也会很尽力的去在25年去进行更加进阶的内容的分享，更加精彩的内容的制作。那么希望大家在25年也可以持续的关注阿哲讲技术美股频道。我们今天就先到此结束，下一期视频我们明年再见，拜拜。